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各家手机厂商似乎都在不约而同的做一件事情，就是把你的手机和相机的边界变得非常的模糊。很多时候你会怀疑，我花钱买的这个东西，到底是一台更像手机的相机，还是一台更像相机的手机？这个问题可能没有答案，但是你会看到各家厂商有各种魔改的方案，越来越离谱。那其中印象很深的，就是有一台可以装上徕卡镜头的小米公司推出的12S Ultra 的概念机。当时我们说过，这应该是后无来者的一个设计了，对吧？但是在前段时间，小米和我们说，他们新开发了一款高度保密的概念产品，它的本体是一颗小米自研的镜头，但是这个镜头里面塞下了一块 M43大小的传感器，你没有听错。但是这都不是最厉害的，它最厉害的点在于，你只要像这样把手机对过来，吸上去，咔嚓，你就拥有了一台 M43画幅，等效35毫米 f1.4 光圈，能拍 4K 视频，1亿像素，还具有自动对焦的相机，就在你的手里。这我们没有开玩笑，这一切都是小米公司真的做的东西。所以这期节目我们一起来看一看这台也许会改变未来手机摄影方向的概念产品。你想想，假如没有这个摄像头，但是给你这么一个东西，让你能够随时装上去，你会想买它吗？首先，我们想再强调一下，即便这一次我们是用一个评测的角度来看待它，会讲它的缺点，但是这个模块说到底是一个没有发布的概念品，所以它有些缺陷，我觉得是可以接受的。我相信，如果小米真的卖它的话，应该会做得更好一点。这个玩意小米把它叫做模块光学系统，虽然听上去很抽象，但是它看上去就和一颗盖上后盖的镜头没有什么区别，大小也和常见的饼干镜头差不多，重量大概在100克左右，还是挺轻便的。那在镜头底部有一对电子触点，还有圈磁吸，可以和手机背面这边的凹槽相连接，来进行对应的供电。当你打开原相机，然后点一点这个外部相机的图标，你会明显的感受到它会震动一下，这意味着它开始工作了。但是你每次装上去都需要点一下这个图标，而且会有个明显能够感知到等待时间，会稍微有一点麻烦。而且因为这个触点真的太小了，你很难第一次就对准它把它装上去，所以往往你会需要像这样来装这个小米相机，你就得这样。就是我觉得这未必是一个缺点，因为它本质上有一点像给一个相机装镜头的感觉，虽然每次的行程是不一样的。其实像这样的模块化设计以前不是没有过，早在10年前你应该就有见过这么一个索尼叫做 QX1 的相机，它当时就是一个可以装1卡口的镜头，它本身也可以成像，但是它没有屏幕，连取景器都没有。如果你想要看到画面，那你必须通过 WiFi 连接手机，用手机来监看。这个方案当时有个很大的问题导致了它的失败，就是有巨高无比的延迟。但是小米这个模块，你会发现它的延迟非常小，是一个完全可用的状态。它是怎么做的？如果你仔细看的话，你会发现它这里有个超级隐秘的圆点。事实上，这2个触点它是不参与成像的。如果你把这个小圆点给用一张纸给贴上，再装上去，你会发现它立刻开始报错，因为它的数据传输完全是通过这个小圆点以光信号的方式来进行传输。这也是我觉得它做的最高明的地方。那什么是光通信呢？用最简单的方法来说，传感器收集到的光会被翻译成0和1组成的数字信号，来形成你的图像。那如果这时候有一盏不停闪烁的激光灯在相机内部，亮的时候表示1，熄灭的时候表示0，那么0101这个数字信号就能通过光的形式从这里传递到你的手机里面，然后最终再被翻译成个数字信号，变成你所要看到的图像。那我们也知道光传输速度非常快，所以它的传输速度带宽可以高达10 Gbps 每秒，所以它的延迟也比蓝牙和 WiFi 要低得多。但是实际使用过程之中，你会发现它难免还是会有这么几毫秒的延迟。但是讲真的，这个东西你一旦装上之后，你绝对不会介意这几毫秒的延迟。为什么？因为只要你像这样双手捧着它，对着这个主体按下这个快门，你就很难相信这是一台手机可以拍出来的画面。M43大小的传感器放到一台手机上是什么概念？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像这个是运动相机1.1/3英寸传感器，那这个是1英寸传感器，很多手机在用，而这个是 M43大小传感器，几乎比1英寸大了1倍。所以如果你直接把它装到手机上，它大概会占这么多的空间，就不是一个很可用的状态。光学镜组的设计必须要这么大。
但是这个传感器能带来什么？我们可以看看对比，你会发现它比原生手机拍出来的照片会更加的清晰，算法痕迹会大幅度减少，而且当你放大看，你会发现哇，这个细节真的很不一样。你要我说，我真的感觉有一点年轻人的第一台哈苏一样的感觉。那虽然说很多手机摄像头的传感器也有上亿的像素量，但是因为 M43 传感器本身底变大了，所以光学层面每一颗像素能够收到更多的光，所以它能在物理层面提升一张照片的质量，而不是单纯去加锐化。而且高像素量还能带来另外一个优点，就是即便它没有变焦的功能，但是有充足的裁切空间。35毫米这个焦段，你用过就会发现它是比较难构图的一个焦段，但是如果放大2倍呢，它可以变成70毫米的视角，而且画质还不会有一个明显的骤降。所以一定程度上，小米的这个相机模块真的和传统意义上的相机加上变焦镜头可以比一比肩。如果我不说，你能分辨得出来吗？你会发现它和相机一样，还有一个得天独厚的优势，就是背景虚化。传感器大了，这个背景虚化就变成天然的了。包括我们公司很多人，包括我自己在内，我第一次用它的时候，都会被它的虚化给震慑到。因为你在一台手机的屏幕里面看到这种真实的光学虚化的时候，它还是能给你很强的情绪价值。毕竟手机的屏幕比相机要大很多，看起来感觉很棒。尤其当你把光圈开到 1.4 的时候去拍，它的焦外会呈现出像这样油画般晕开的质感。那虽说会有一点点肉，只能说小米这个光学还没有到最好的状态。但是，一旦你把它对比度拉低，加上一点点颗粒，你看这个胶片的感觉是不是一下就出来了？而且这种纯天然的虚化和算法相比，它会自然很多。虽说各家的算法现在都已经很强了，但在物体边缘的处理之上，这个硬件产生的优势，你确实可以看到，还是非常不一样的。那色彩方面吧，这个我觉得见仁见智。一定程度上，我觉得小米的这个色彩调教是在尽可能还原肉眼所见到的真实感，不会有个明显色彩倾向。而且官方的徕卡色彩滤镜在拍照的时候可以直接调用，拍出来的画面也是挺有感觉的。那除此之外，在夜景之上的表现会比原相机要好出一大截，这也是我们预期之内的一个结果。毕竟 M43 传感器加上 1.4 的光圈，和普通手机摄像头相比，真的要豪华太多了。能够明显看到它的噪点比原相机少很多，清晰度也会有明显的提升。但是如果你在夜晚对着点光源拍摄的话，那这个镜头还是会有比较明显的鬼影。但是无论如何，我觉得用它在拍照方面，相较于传统的手机，是能够拉出足够被任何人感知到的差距的。那这时候你肯定会问，它既然这么大一个东西，它拍视频会怎么样呢？那我觉得我们可以把结论先往后放一放，我们先给你看看用这个相机模块拍摄的视频样片，也许你会有一些自己的看法。不知道你看完样片会不会觉得它在夜景上的表现比白天要好得多？主要有2个核心的原因。首先，第一点，动态范围。由于高像素的原因，即便它默认也有4合1的像素合并，但它对于高光的控制就是会差一点意思。再加上最核心的一点，目前它没有办法适配小米的 Mi Log， 只能够拍摄直出的这个画面，所以一旦在光比很大的白天里面拍摄，你会发现用这个镜头去控制曝光变得非常困难。反倒是在晚上拍摄的时候，环境整体的亮度会偏低，也没有很强的强光，就算有，也只是像路灯或者灯牌这种光源，所以即便过曝了，在观感上也没有太大的问题。所以如果后期小米要是能把 Log 给加上，那这玩意拍视频其实还真的能打上一打。但是它有个很大的硬伤，就是它的果冻效应。你可以看一下，任何一个快速移动的东西都会被拉成一条斜线或者一个曲线。反正当前这个东西毕竟是个概念设备，我们对它也没有太多苛责。但是如果未来能够做得更好一点，那当然是好的。那另外还有一点原因，我觉得导致它拍视频不是很好的，就是裁切。由于体积和重量的考虑，它镜头内部其实没有任何的传感器防抖，所以在拍摄视频的时候会有个1.2倍左右的裁切，用来做电子防抖。
我很希望小米能给一个把防抖关掉的选项，因为这个1.2倍的裁切会导致它的画质和照片相比会有个很明显的下降，这在晚上也是这样的。只不过因为晚上拍摄本身比较暗，加上这个1.4的光圈拍，所以背景变得更虚，相对来说减缓了一些画质变差的感觉。所以就目前情况来看，如果将来你真的有机会买到这个东西，它会更适合夜景拍视频，而不是白天。那既然已经牺牲了画质，这个玩意防抖到底怎么样？那答案就是平稳的运镜没有问题，但是你一旦手持去跟拍它的话，你会发现有很多高频的抖动会被传到传感器之上，尤其它目前最高只能拍摄4K 30帧的视频，所以后期没有空间去放慢或者用别的方式把抖动给弱化掉，加上它有很强的果冻效应，所以防抖算法也会失效。如果说你需要进行大幅度的运镜，那你必须得上一个稳定器来用它。不过好的地方也有，一旦上了稳定设备再去拍，因为这个东西有自动对焦，而且的跟焦能力其实还是挺精准的，比我们想的好很多。所以哪怕是 f1.4 的光圈去拍它也能够把焦点给跟住。但是有2种情况，它会有些问题。首先，在拍人的时候，一旦把人脸给过去，它识别不到面部，这个焦点就会一下子丢掉。在背跟的时候，它直接就没办法识别主体。那其次就是这个对焦环，它是一个叫做 Focus by Wire 的这么一个设计，所以它不是一个物理层面的这个对焦环。我们目前拿到这个样品，我发现它的无限远的时候是没法合焦的，可能因为这个样品稍微有些公差导致的原因。但是如果量产的话，我相信小米是能把它给解决好的。如果要说真的硬伤没法弥补的那种的话，它的续航可能是将来面对的最大的问题，因为它的传感器和跟焦马达的电都来自于这个手机里面的电，所以掉电的速度会比日常手机快得多得多，一天下来至少要充2到3次电才能够保证你日常的拍摄。所以也许未来，假如这个耗电还有别的问题被解决的话，那这玩意儿口袋相机对得上这个名字吧。在软硬件的适配之上，目前它就是一个概念的阶段，你不能对它有太高的预期。如果说你想给它配个手机壳，你会发现你得给它挖一个巨大的洞。如果在拍摄的时候，你得担心它会不会碰到什么东西，然后就整个镜头掉下来，或者有个老哥直接一把把它顺走，这都是有可能的，因为它没有个锁定的装置。那软件方面，目前它也只能调用原相机去拍摄，所以无论是操作逻辑还是算法，都像是一台有着更强拍摄能力的手机。但是你说有没有可能，小米他们就是想要去革相机厂商的命呢？我们真的觉得这一次用了这个模块相机之后，小米当初那个概念机的路径在一点点靠近实操。毕竟很多人都是因为相机操作逻辑太过于复杂，打消了摄影的念头。但是如果有这么一天，相机就像手机一样轻便小巧，而且操作便捷的时候，那为什么不提供一个选项？这边是个纯平的模块，背后什么都没有，它能够放在桌上，然后你提供一个触点，你想装相机的时候就装相机，反正正面有个相机，你想扫个码什么反过来就可以。这样的一台手机你会想要吗？或者说这样的一台相机，国产的相机，你会想买它吗？所以这就是我们这期小米模块光学系统上手的这么个全部内容，希望你觉得有点意思，也请务必关注我们，可以转发给你别的对科技感兴趣的朋友，还有米粉们看一看，他们应该也会喜欢的，对我们有很大的帮助。那么我们下次再见。